今年贵庚32岁。对，那你在大陆工作？目前在大陆工作。对啊，你那以前打呼跟睡眠呼吸中止严重到什么程度？总经理怎么说？听总经理说我是像那个火车过山洞一样，轰隆轰隆响。对。你有时候会出差或什么住在一起，会影响到其他人？对，就是会搞得，一个是声音太大，打呼声音太大，他们会睡不着。但是其实这是其次，重点是呼吸中止很严重，就是轰隆轰隆响之后呢，会突然一片寂静，差不多1-2分钟。对，1-2分钟，他会觉得我是不是休克了，没有呼吸了。自己会感觉？其实我自己没有感觉，但是就是觉得睡不饱。睡不饱，怎么对，就是睡都累，整天都是想睡觉状态。一有开会或坐着或者上车。只要坐着啊，上车就开始打瞌睡了。哦 ，OK， 那曾经有很尴尬的，比如说这个整个车子你醒了的时候，车子大家都在看你，还是怎么样？对啊，就是对，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打呼声会大到把自己吓醒的时候，就看到大家都在看着我，在车上，对，大家都在看着我。对对，不过在车上通常我只要睡着了，就没有人睡得着。对。那你总经理说，你如果不怎么样，不治疗怎么样？如果没有把打呼跟呼吸中止治疗好，就不要回去大陆工作。对，对，他关心我的健康啦。对对，他说这样子，再到那边也没有亲人嘛，然后那边医疗其实也没有台湾的好。那你如果有什么健康方面的状况的话，其实不好处理啦。对啊。你怎么找到我？那个其实是经由那个我的姨丈介绍的。对。他帮你找到我。因为我姨丈他本身也有做那个手术，但是他不是在这里做的，但是他本来第一个是想要在这里做，但是后来因为交通的因素，因为他住南部，所以后来决定在南部做，可是他是推荐我北部一定要找苏医师这样子。对。他是贵人，总经理也是贵人。对。那你手术完到现在多久？手术完到现在3个月。3个月哈。对。你觉得术前术后最让你压抑的是哪一项？体重啊？体重改变最大嘛。大概手术前多少？手术前那时候来测，大概109公斤。然后今天呢？昨天测的时候大概是78公斤。对。减起来是多少？31。很健康的减肥嘛，健康的瘦。我觉得蛮自然健康的。自然健康的。对。很惊人的一个。对，不知道会有这种成效啦。其实当初没有预料到。它的原因是你体内把它氧化掉。应该是我的氧充足了。就把脂肪。对，新陈代谢也加速了。对。那还有食欲呢？食欲其实就是以前看电影那一幕。就是看一部电影啊，那个。几个人去看？其实是我们自己在教室里面播影片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个影片一开始播的时候呢，就是我跟我学弟一起看，然后呢，我学弟那时候去买晚餐嘛，然后就买了那个肯德基全家餐啊，然后一些大披萨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他不知道我要吃多少，就给我一桶全家餐9块鸡那一种，然后加上一个大披萨。对，然后呢，影片大概还没看到一半啊，我就转头问我学弟说，还有没有其他可以吃的东西啊？因为我已经把这些都吃完了。对。结果还有，我又磕了一个大披萨。就很莫名其妙，对，就是奇怪，吃就一直有吃的欲望，然后而且很难吃饱。对。所以到最后变成吃撑了，很有可能最后会变成吃撑的状况出来。但是就是没办法控制。对，停止不了。用
对，控制不了，控制不了。对 OK，对，心里很想要瘦，但是嘴巴停不了。曾经想说一边吃一边运动。对啊，其实人家说，其实运动是最健康的瘦身方法嘛，没办法，那时候但是很难，几乎没有成效。怎么说？你就试过吗？试过，但是几乎没有，就是不会减对，很慢胖完还吃更多。啊。对啊，吃更多好像又会变胖。那对啊是手术完就开始很平均的一直下来。对啊，手术完其实可能就是所谓的氧含量充足，新陈代谢有变得更好，然后所以感觉上食欲就没有那么旺盛，就是平常可能我饭一个碗，我可能要吃2大碗才会饱，可是现在我大概半碗就觉得蛮撑了，那就很满足。对啊，满足啊，味道都是很鲜美。鲜美啊，很鲜美，只是说就吃不下啦，对啊，这是食欲的问题。饱足了嘛，饱足了就吃不下。那个是内分泌的关系。内分泌。正常。那就还是算蛮健康状态。它是平均，他们每天都是一直在减下来嘛。就是一直慢慢下这样。对。不会觉得累，就是因为不会啊，每天还是很有精神，对啊。那个睡眠的品质是什么差别？对，睡眠就像之前手术前，我就是睡不饱嘛，然后起床还想睡，然后坐着就想睡，上车就想睡。24小时其实有一半以上的都是想睡觉状态，然后就头脑不太清楚嘛。对，然后手术后，大概我晚上大概其实我对11、2点睡嘛，然后早上6点、7点中间起来，对自己会醒来，然后觉得精神很好，然后其实之后整天就不会不会主动想睡觉了。对。睡午觉的习惯也都没有了嘛。对，就是整天精神都很好这样子。鼾声的改变，举个例子好了，对，就是我跟我同事，就是午休可能就是一起睡午觉嘛，对，然后以前是他常常可能睡一下就起床，我就很纳闷，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都不睡午觉呢？他说因为你在我旁边我都睡不着。对，打呼声太大。对，但是呢，手术后之后呢，我们一样是午休睡在一起，结果呢，变得我有点睡不着了，因为一个是其实精神不错啦，不会那么想睡午觉，一个是他打呼声比我还大，我被他吵醒了，我就不想睡了，对，再来也有这个气色方面的改变。气色，我是觉得，之前像手术前，可能气色就会让人觉得比较颓废吧，就是没有精神，颓废，然后皮肤可能也不是那么好，皮肤糟，对，手术以后，我是觉得那个，今天说别人看我啦，别人看我就觉得比较有精神嘛，然后那个气色就整个有发亮的感觉嘛。对啊，然后肤质好像也有改善，我都被别人说的，因为自己看不准。对啊。曾经碰过不认识你，就是手术前、手术后，你是谁？我讲一个，就是我这次就是因为我手术完我就去大陆工作了，所以都基本上我也是大概离家2到3个月，对，然后就我一回到家，其实我妈妈不敢开门。对，回到台湾，妈妈不敢开，我说你是谁啊？对啊，不像。对啊，他说，怎么会那个瘦那么多？然后长得，对我妈妈，然后一直到我讲话，她还知道说，因为我声音没有变，声音没有变，我可能洪亮了，可是音色是没有变的，音色还认得出来是我。对。没有啊，其实就是。
刚一开口说我是李升旗啊那样对，然后他就是我的声音啊，他就赶快开门这样子，对对对，他本来刚见到我是很陌生的脸色，看陌生人，然后呢知道是我之后就变得很惊讶的表情，对对对，对进去就一直开始捏我的，怎么会瘦成这样子？很高兴啊，说换了一个健康的儿子回来啊，对，很开心啊。守卫也不让你进去啊？哪边的守卫？没有守卫，其实没有啦，就是之前我们那个大楼，我们住的那个大楼1楼有那管理员贝贝啦，他认识我嘛，他认识我也是我出国前的样子嘛，一会儿他就要盘问我啊，先生你哪位啊？我有见过你吗？可是又有点眼熟，对啊，也就解释个半天，我说有，我真的家的钥匙这样子。朋友的话，应该是说好，就是例如说我昨天好了，我昨天有跟我上一家公司的同事约出来吃饭，然后我们约在捷运站见面，然后呢，那个我很准时到哦，就看他们在等我，有两个人在等我，对，因为都很熟了，对，然后结果我一走进去，奇怪他们不看我哦。我已经距离10公分了哦，还是不看我哦，我挥手啊，他们只觉得我可能有什么，对，我为什么跟他们挥手这样子？就赶快拍他们说你不认得我了吗？对啊，故意这样子去故意逗他们，有这种我个性可能比较不会这样子啊，对，就赶快让他们认识新的我这样子，对。对，他们也是很惊讶。结果我那个同事就很冲动的、很兴奋的一下就把我的照片 po 到 Facebook 上面。所以我本来只约了2个同事嘛，结果之后一堆旧同事打电话给我说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变这样子？什么让你变这样子？对。有啊，其实我就说，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手术，对啊，对啊，然后其实打呼吸中止，然后都治好了嘛，然后然后附带就是氧气够了，新陈代谢也正常了，还有一点就是二氧化碳排掉，这样让自己食欲，对啊，吃的也食欲也变少了，这样子，对啊，对啊，最近其实基本上等于我这次回台湾没有一个认识我的啊，基本上我回台湾没人，连我去过海关啊，那个海关那个小姐，她就看了很久，我想为什么过了海关看那么久？她看我的那个海关的那个护照的照片，又看看我，又看看照片，又看看我，看了大概1-2分钟，她只突然脱口出一句说。你是不是瘦了很多啊？对，他这样说，对，你抓进去，对啊，差点过不了海关，对啊，对啊，那个就是有没有慢慢的，好像有一些桃花会出现，感觉上。桃花其实以前呢？以前可能女生看到我只是说，哎呀。你长得好可爱哦，然后就可能比较主动的女生会可能摸摸你的头啊，然后就走掉这样子，对，没有啊，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好感觉。这次在台湾你有碰到什么？这可能就是之前认识女生，可能就是平常不理你的，可能会。跟你多聊个2句，对，而且至少他对你的那个经历也会很有兴趣啊。什么经历？就是我这个瘦身的经历很有兴趣。这样一讲，我看这个女生会觉得你是已经很幽默了哦。基本上以前你跟现在的你是personality不一样的。差很多，并没有那么。而且以前也没有自信，说真的。对。其实你蛮幽默的，你知道吗？幽默对桃花是很
很重要的。希望啊。你如果真的是有，可能以前那样的外观就来不及表现出那些幽默感，就已经结束了。对啊，但现在多一些本钱这样子。阳气不够，应该也幽默不起来。就是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灵光吧。可能没办法立刻就想到这些反应。对。是啊。还有哪些这个可以分享的？我看你的故事用1个小时都讲过。下礼拜回去了嘛？这一次回来多久？7天。最后回来7天。那下次回来的话，我想再见见你。哦，好啊，那对，可能要3个月以后。对。那我们3个月后见。对。好，谢谢。这样子了。好的。